面临决胜局，没想到欧盟上赶着给俄罗斯送钱，美国这波亏大了。西方对俄罗斯石油限价从去年就闹得沸沸扬扬，甚至从去年12月开始，西方国家就已经对俄罗斯原油开始限价。今年的2月份，对俄罗斯成品油的限价要正式开始了。七国集团更是同意了欧盟对俄罗斯柴油的限价方案。而就在临近限令日期，欧盟各国却疯狂打脸，大量从俄罗斯购买柴油。每天从俄罗斯购买柴油超过60万桶，从原油到成品油，再从去年6月到今年的2月，如今这波可是决胜局。没想到欧盟还是上赶着给俄罗斯送钱，更让美国亏大了。欧盟之所以着急给俄罗斯送钱，就是因为一旦限令开始实行，俄罗斯就不会卖给欧盟柴油。而以往欧盟对俄罗斯柴油进口可是占了总柴油的一半。俄罗斯要是不卖柴油了，欧盟又没有找到合适的供应商，那欧盟各行业都要面临严重打击。受到影响最大的可能是欧盟的制造业，甚至面临停产的风险。欧盟要是不想落得这种局面，可不得大量购买俄罗斯的柴油吗？不得给俄罗斯送钱吗？而欧盟上赶着给俄罗斯送钱，俄罗斯更是没有理由不收这钱。毕竟西方国家先对俄油下黑手，西方国家成品油的限油令还没正式实行，也不到反制的时候。当然，欧盟也可以不从俄罗斯进口柴油，让自己的好大哥美国帮自己一把，给自己送点物美价廉的柴油过来。可活生生的例子摆在那儿呢，美国已经高价倒卖过一回天然气了。欧盟要想从美国手里拿到物美价廉的柴油，那可真是异想天开。已经上过一次当了，哪还能看着火坑往下跳呢？所以美国这波才亏大了，明知欧盟给俄罗斯送钱还不能拦着，甚至就算承诺给欧盟物美价廉的柴油，欧盟都不会相信了。其次，欧盟这次制裁更像是在做样子，可想而知，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起的这次制裁效果也是一般般，不然去年俄罗斯 GDP 下降指数怎么会不到3%？而欧盟更是要反击美国。大家都知道，去年美国出台的通胀削减法案对欧盟的影响有多大。欧盟大肆购买俄罗斯柴油，可能也是反抗美国的第一步，打美国一个措手不及。所以这场决胜局，美国可亏大了。欧盟这次虽然打了美国一个措手不及，即使是做样子，也把自己给坑惨了。明明对俄罗斯石油有着极大的依赖，还是跟随美国对俄罗斯制裁。短期石油可能够用，那长期呢？一旦石油不够用，无疑给欧盟现在的经济雪上加霜，把自己逼急了，还不是要从自己身上薅羊毛来填补美国？从美国进口石油，七国集团更是毫不犹豫就同意欧盟的限价方案。美国不也是料到了欧盟也会给美国送钱吗？看来这场决胜局虽然美国亏大了，但输的只有欧盟。